在民主党内部的强大压力下，美国现任总统拜登21号宣布退出2024年总统竞选，并表示支持提名副总统哈里斯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CNN 称，拜登的这一决定刷新了一项历史，他是自1968年的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以来，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美国唯一一位放弃寻求连任的在任总统。 分析人士认为，拜登退选后，民主党内部的混乱局面还可能继续，而共和党人则敦促拜登立即辞职。拜登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他原本打算寻求连任，但为了民主党和国家的最佳利益，他决定退出竞选，并专注于履行总统剩余任期内的职责。拜登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全力支持提名哈里斯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他同时呼吁民主党人团结起来，打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拜登的竞选搭档哈里斯当天发表声明称，他很荣幸得到拜登的支持，将尽力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哈里斯还在声明中誓言将尽一切所能团结民主党和国家，以击败特朗普。 North Carolina welcomes back Vice President Kamala Harris to Greensboro to get ready to defeat Donald Trump in November. 同日晚些时候，美国《时代周刊》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布了该杂志在21号的封面。图中，哈里斯入画，拜登则出画，只留下一个身影。I think it's a good decision. I think he didn't have a chance against Trump. Too many people were concerned about his age, which I was too. After seeing him, how bad he's been failing health-wise, I think it's a good thing that he did drop out. I just didn't feel like he was mentally capable to run this race. And also, I mean, yes, I am Republican, but I also felt like it was also to a disadvantage for him and his party to also stay running. 白宫一名高级官员向美媒透露，拜登做出退选决定与健康问题无关。美媒援引该官员的话称，拜登最近几天除了因新冠诊断而进行的每日医生检查外，并没有进行任何重要体检。 医疗健康问题并不是最终原因，但美媒也梳理，16号拜登接受采访时已经没有了此前绝不退出的坚定。Is there anything that you would look to, you personally, not anybody else, not other pundits, not even perhaps family members, that you would look to say, if I see that, I will reevaluate? If there had some medical condition that emerged, if the doctors came to me and said, you got this problem, that problem. 其实，拜登退出本次大选并不令人感到意外。6月底，他在总统选举首场电视辩论中表现不佳，此后一直面临民主党内部强大压力。迄今已有超过30名民主党议员公开呼吁拜登退出竞选。前总统奥巴马、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等民主党重量级人物也对民主党选情表示担忧。此外，一些民主党金主搁置了对拜登的竞选资金捐助，进一步加大了拜登的退选压力。 We must call on him to give the ultimate sacrifice of saying that he will step aside because that's the best way to save our country. 据美国选举信息网站汇总的民调显示，截至18号，拜登在全国民调中平均落后特朗普3个百分点，在威斯康星、密歇根和宾夕法尼亚等关键摇摆州的支持率也都不及特朗普。 知情人士透露，在拜登当天宣布退选之后，全美50个州的民主党主席举行了电话会议，各方均表示将全力支持副总统哈里斯成为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另据美媒报道，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21号已提交一项修正案，将联合筹款委员会重新命名为哈里斯胜利基金和哈里斯行动基金。据报道，这两项基金总计有6000多万美元的规模。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和他的妻子希拉里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声明称：“我们很荣幸能与总统一起支持副总统哈里斯，并将竭尽所能支持他。”目前，民主党需要通过线上投票或公开大会的方式，尽快确定党内候选人，并在8月19号开始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正式提名，以赶上11月5号的总统选举。I hope that he will put country first. I know Trump would never do that, but that he will put country first and decide to step aside.
包括 CNN 在内的多家美国媒体指出，哈里斯如果能够最终胜出，那么拜登让位的决定还将开创美国历史上首位非裔女性总统，以及美国历史上首位亚裔总统的记录。因为哈里斯除了是一名非裔女性，还是一名印度裔美国人，她的父母是牙买加和印度移民。在拜登宣布退选后不久，特朗普发表评论指，华盛顿的统治集团、仇恨美国的媒体和腐败的深层国家已尽一切可能来保护拜登，但拜登十分可耻地退出了竞选。If you took the 10 worst presiden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ink of it, the 10 worst, added them up, they will not have done the damage that Biden has done. 面对可能的新对手哈里斯，特朗普信心十足。他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1月的选举中，击败哈里斯比击败拜登更容易。特朗普竞选团队还指出，希望特别关注哈里斯任现职期间和在加州一些不当行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还指，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当天发表一份声明，敦促拜登立即辞职。他在声明中说，如果拜登不适合竞选总统，那么他也不适合担任总统。特朗普的竞选搭档曼斯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拜登结束竞选连任，他将如何证明自己继续担任总统是正确的。在经历特朗普遭暗杀未遂以及拜登宣布退出大选后，美国民众对两党政客以及美国正在面临的分裂局面再次感到失望。And I'll tell you what, it's only going to cause more division in this country. And there's enough already. You're going to see more. I'm ashamed, actuall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kind of where we are right now. I just feel like our country is at a lull and at a low. There's a bunch of stuff wrong with the country that clearly both sides of the aisle haven't figured out how to fix. 21号。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全文，还发布了在党的20届3中全会上，习近平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托，就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起草的有关情况，向全会所做的说明。在谈到确定全会议题的考虑时，习近平表示，这是出于4方面考虑。第一，这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的迫切需要。第二，这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第三，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迫切需要。第四，这是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迫切需要。习近平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前进道路上必然会遇到各种矛盾和风险挑战，特别是当前世界100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不断升级，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有效应对这些风险挑战，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需要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用完善的制度防范化解风险，有效应对挑战，在危机中遇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在谈及决定稿起草过程时，习近平介绍，2023年11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党的20届3中全会文件起草组，由习近平担任组长，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同志担任副组长，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承担文件起草工作。12月8号，文件起草组召开第1次全体会议，文件起草工作正式启动。在7个多月时间里，文件起草组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开展专题论证，反复讨论修改。习近平介绍，这次全会文件起草把发扬民主、集思广益贯穿全过程。2023年11月27号，党中央发出通知，就党的20届3中全会议题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和部分干部群众意见。
2024年5月7号，决定稿下发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征求党内老同志意见，专门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意见，听取相关企业和专家学者意见。各方面提出了1911条修改意见和建议。文件起草组认真研究这些意见和建议，能吸收尽量吸收，做出221处修改。在起草工作过程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3次会议，中央政治局召开2次会议进行审议修改，形成了提请这次全会审议的决定稿。在谈及决定稿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时，习近平介绍，决定稿锚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重点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改革举措。在内容摆布上有5个特点：第一，注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第二，注重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第三，注重全面改革；第四，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第五，注重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习近平强调，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主要任务是完善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决定稿对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作出部署，提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提出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允许科研类事业单位实行比一般事业单位更灵活的管理制度，探索实行企业化管理，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习近平强调，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决定稿提出建立健全周边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健全贸易风险防控机制，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和法治实施体系，深化执法司法国际合作，围绕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出完善人民军队领导管理体制机制，深化联合作战体系改革，深化跨军地改革。习近平强调，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决定稿提出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鲜明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大力选拔政治过硬、敢于担当、锐意改革、实际突出、清正廉洁的干部，着力解决干部乱作为、不作为、不敢为、不善为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3个区分开来，激励干部开拓进取、干事创业，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健全防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制度机制，健全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查同治机制，丰富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有效办法。随着11月美国大选临近，美国高级别防务论坛阿斯彭安全论坛成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和台湾问题的重灾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还扬言，美军对应对潜在的中美冲突很有自信，还宣称要确保台当局购买核式武器。但出席同一场论坛的新加坡防长黄永红呼吁美国要谨言慎行。当地时间7月19号，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查尔斯·布朗参加阿斯彭安全论坛，与福克斯新闻主播对话时谈及台海问题。Well, first I'd say is I don't see that a conflict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imminent or inevitable, but we're going to make sure we stay ready. 布朗随后警告称，若中美冲突惨烈程度将类似2战，但他同时声称会保证美军将为可能的冲突做好万全准备。当被问及若中美因台海问题爆发冲突，美军是否会赢时，布朗给予肯定回答。他表示对美军很有信心，反映出美国的一种骄傲。美国在军事上一直都很骄傲的他认为美军最后会赢。可是，当你打越战，当你打阿富汗战争的时候，美国不一开始也都是很有信心嘛。所以我觉得战争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你只能够评估自己的能力跟你的信心，你很难评估对方。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日前对媒体强调，台湾应该支付更多费用作为保护费。布朗在论坛上对此回应表示，拜登政府将致力于确保台当局购买合适武器，提高台湾防御能力，推销新型对台军售的意图明显。When you look at technology and you look at the use of drones, you look at the use of cyber, all these other factors that come into play. That it may not be the high-end capability that we're used to using, but a mix of capability that can create a greater defense for Taiwan. 台湾地区是美国军火的主要买家之一，但实际上，美国对台军售是公认的凯子军售。外界注意到，特朗普曾多次宣称要卖 MQ-9无人机和鱼叉导弹给台军，但岛内媒体揭露，生产这些武器的波音防务公司就是特朗普的重要金主。退役台军将领纷纷炮轰，这与保护费无异。雄三飞弹性能都不输于鱼叉飞弹，又逼着我们买弹簧刀无人机，就是在替美国销库存。不但叫我们看门狗的小狗，还叫我们要自备狗粮。台湾的云豹假设都做出来了，为什么还要向美国买 M1A2 呢？花那么多钱，几百亿台币，又花了57亿多台币去买用不上的火山布雷系统。外界注意到，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和国务卿布林肯在19号参加阿斯彭安全论坛时，都渲染起所谓“大陆攻台”一说。布林肯声称，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将增加对中国的集体压力，以避免中国大陆在台海采取行动。但他也承认，中美关系很重要，台海局势稳定很重要。If there were to be a crisis over Taiwan, it would be a crisis that affects quite literally everyone in the world. 沙利文宣称，攻台对任何一方都是绝对灾难性的。And I believe that it has to be a fundamental object of American policy to ensure that never happens. 而美国高官不断渲染台海紧张局势，试图为美国介入寻找借口，以及给美国大选造势。但大部分地区国家显然并不希望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事情发生。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在出席阿斯彭安全论坛对话中就提醒美国，中国的国力正在不可阻挡地增强，各国都不希望在中美间选边站，美国只有努力与中国和平相处，才能为世界带来和平稳定。The U.S.-China conundrum will decide the fates of all our nations for this decade and next. And what America has to decide, and I understand all the policies of small yard high fences, security alliances, but ultimately, what is the foreign policy towards China? I'm not sure that I have a clear idea. Is China an enemy? Is China an enemy for how long? Can China be a friend? And how would you go about it? Those are difficult questions. 2023年11月，中美曾在华盛顿举行了军控与防扩散磋商。一段时间以来，个别美国高级官员在不同场合指责中国拒绝和美方举行新一轮磋商，也未对美方有关提议做出实质性回应。针对这一情况，外交部发言人17号回应称，中方愿在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基础上，与美就国际军控议题保持沟通，但美方必须尊重中方核心利益，为双方对话交流创造必要条件。一段时间以来，美方无视中方的坚决反对和反复交涉，持续对台军售，采取一系列严重损害中方核心利益、破坏双方政治互信的消极举动，严重破坏双方继续进行军控磋商的政治气氛。为此，中方决定暂停与美方商谈，举行新一轮军控与防扩散磋商。造成这一局面的责任完全在美方。20号，加拿大外长乔丽结束其为期3天的访华之行，这是他2021年就任以来首次访问中国，也是时隔7年，中加外长再度与中国会面。乔丽表示，希望能以务实的外交策略重新开启与北京的沟通渠道。王毅则表示，双方应回归初心，为两国关系恢复正常注入动能。19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加拿大外长乔丽举行会谈。
王毅说，这些年中加关系经历了困难和曲折，这不是中方愿意看到的，也需要加方认真反思。中加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友好交往。中加关系曾长期走在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前列，双方有着广泛共同利益和互补优势。中方重视加方多次表示愿意本着积极、务实、建设性的态度对待和推进双边关系，双方应以客观理性的认知看待对方。王毅表示，明年是中加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双方应回归初心，思考过往，把握正确方向，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切实恪守建交承诺，为两国关系恢复正常注入动能。中国共产党20届3中全会刚刚胜利闭幕，中国将聚焦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为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双方要继续发挥经贸合作的重要引擎作用，探讨开展各领域对话合作。乔丽表示，加中人民友好历史悠久，白求恩大夫的故事在加拿大同样家喻户晓。加方愿积极务实地改善和发展对华关系，保持接触对话，加强在经贸、旅游、气候、环保、人文、禁毒等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发展。加方将继续恪守一个中国政策。王毅说，今年是和平共处5项原则发表70周年，不干涉内政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一以贯之的外交政策和实践。加方应采取实际行动，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维护好人文交流纽带，改善两国民意基础。台湾、涉藏、涉疆、涉港等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不容外部干涉。加拿大外交部在新闻稿中提到，双方同意保持沟通渠道畅通，并商议定期举行部长级会谈，讨论包括贸易、安全与和平在内的一系列议题。会谈后，乔丽还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平台以英法2种语言发帖称，会谈富有建设性和成效。加拿大主流媒体对乔丽这次北京之行也进行了积极正面的报道。Certainly, the fact that Canada is having this meeting with China is, to some, a good sign. Aft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nada and China, Andrew, soured so badly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Canada's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 Melanie Joly and China's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 Wang Yi on the ground in China. They've met previously as recently as in February in Germany, bu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Canada's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 is going on the ground in China, meeting with her counterpart Wang Yi. 加拿大《环球邮报》称，乔丽访华试图重新开启与北京的沟通渠道。法新社认为，加拿大外长带着弥合分歧的任务前往北京，他期间呼吁与中国保持稳定的关系。一些媒体还回顾了中加关系从稳定到紧张恶化，再到加方寻求解套的历史。2017年，时任加拿大外长弗里兰和总理特鲁多相继访华，双方当时准备宣布正式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但2018年孟晚舟事件发生后，中加关系跌至冰点。特鲁多政府紧跟美国论调，出台加拿大版印太战略，大肆炒作所谓中国威胁。今年2月，王毅在德国出席慕安会期间应邀会见乔丽，随后两国关系出现向好趋势。4月，加拿大副外长莫里森访华。5月底，新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王迪抵加履职。中加两国自2018年孟晚舟事件和2个麦克事件，导致呢两国关系陷入低谷。后来呢，出现了所谓外国干预选举、加中相互驱逐外交官、所谓中国警务站等问题，导致两国关系不够稳定。以这次加拿大外长访华为标志呢，现在呢两国关系开始走出低谷，关系回暖的趋势比较明显。未来呢，加拿大其他的政府官员可能会陆续访华。加拿大《环球邮报》重点报道了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的表态。报道援引加拿大政府声明称，该国将继续遵守一个中国原则。路透社则在报道中点出，乔丽此访前1周，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北约成员国齐聚华盛顿参加北约峰会，并通过了一份联合声明，称所谓中国是俄乌战争决定性推动者。但乔丽则更注重保持沟通渠道畅通的重要性。他强调，要在对加拿大人来说最重要的领域寻求合作。
观察指，尽管在安全层面，加拿大与北约保持战略一致，但在外交与经贸层面，加拿大希望以务实态度与中国发展牢固稳定的双边关系。根据加中贸易委员会发布的报告，中国和加拿大之间有着牢固的经济往来历史，而且随着国力的上升，中国已经成为加拿大第2大经济合作伙伴国，仅次于美国。据加方统计，2023年双边商品贸易总额达1197亿加元，其中加拿大对华商品出口额为305亿加元，较2022年增长6.2%。加拿大国会山时报指出，随着出口持续增长，加拿大企业已加倍押注中国市场。但此次侨历访华后，预计两国经贸合作将再上一个台阶，预计两国人文交流也将增强。加拿大舆论对中方将该国列入144小时免签名单表示欢迎。Two sides would look at ways to further improve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in terms of tourism and students. And in terms of tourism, China used to be the second largest of overseas visitors to Canada. I see that maybe this is a sign where we could see a resumption of larger flows of Chinese tourists to Canada, maybe in the near future. 外界注意到，加拿大的对华关系仍受到美方的负面影响。12号，加拿大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弗里兰在受访时说，他将于下周与商界和劳工团体举行会谈，讨论针对中国制造电动汽车设置贸易壁垒的问题。他还暗示，考虑采取的措施可能不局限于汽车领域，并宣称加拿大别无选择。目前，加拿大对中国电动车征收约6%的关税，但美国政府将从8月1号起把中国产电动车的进口税率提高到100%。加拿大政府此前已经表示，寻求与7国集团盟友保持一致。I know that some Chinese producers were already looking at the possibility of exporting electric vehicles to Canada. And I must say those vehicles are of good quality. They are, I would say, about half the price of the vehicles that we can buy in Canada. 此外，加拿大在北约峰会后决定增加军费支出，以达到北约要求。而第一步就是采购多达12艘能够在冰下作业的常规动力潜艇。观察指出，加拿大与中国并无接壤，但配合美国的北极圈部署，针对中国意味明显。此外，加拿大军方近年也到中国周边搞所谓自由航行、抵近侦察等行动，并导致一些小摩擦。加拿大将继续强化在我国周边的军事力量部署和行动，积极强化与地区国家和盟国的互动与合作，包括参加各种双边和多边演习，并将演习扩大到台海、东海、南海等区域，以此保卫所谓的航行自由和自由秩序。